OK，各位了，我们要准备开始了哦。哎，你 OK 了吗嗨，？OK，好，那就准备开始了哈。好，3、2、1。嗨，各位大家好。你刚刚应该有听到有人在喊 action，right？Alrighty，今天来说的话，就是会讲到关于微定的前置收音的概念，以及后置流程的概念。那当然，你刚刚所听到的，就是前置的概念。当我们讲到微定这一部分，其实它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为什么呢？是因为从以前很久以前，不管是在高中或是大学，他们的毕制，有些学生就会以这个方向，去作为他们的成果发表。那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微电影爱好拍摄者啊，也是一样，都非常喜欢以这样子的方向去做。那当然，这个其实可以让你能够更了解关于在拍摄的时候，你是要用到底是手机、摄影机，或者是你在收音的时候，你是要用 mini mic 还是泵杆这些东西。那当然，在我们进入到后置流程之前，一定要先讲好一个概念先。那刚才稍早你所听到那个声音，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许多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声音流程的，可能就想说，嘿，我拍一拍，然后声音就在后置里面去做就可以了。是的，没错。声音的确是在后置里面重新再去做处理，但是前置一定要做对啊，不然后置会出很大的问题。这也就是很多人所碰到的。那你刚刚所听到的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流程。我们在拍摄之前，OK，在拍摄之前都会有像是不管是助理或者是副导，OK，好，就会出来先确认一下。先确认一下，就是摄影师以及收音师有没有同步。那什么叫有没有同步嘞？就是在拍摄之前，一定一开始先喊说：“嘿，摄影师那边准备好了没？”然后摄影师就会按下录音钮，然后说好了，然后再问收音师准备好了没？那收音师一样按下录音钮，然后说好了，那这个叫做同步。那后续来说的话，就会请一个打板的或拍板的人出来，就是他会拿一个板子，然后呢上面会写第几个场景、第几幕，OK，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流程。为什么？因为他所喊出来的东西以及所看到的东西，那是在后面影像剪辑时候需要看到的，而声音后置需要听到的就是那个板子的声音，咔，那个声音。OK，好，那如果没有板子没关系，就用拍手的 boom。那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或这样子的声音？那是因为你拍下去之后，在后置软体里面那个音波，你可以看得到有个尖尖的一只啪下去那个声音，那个就是让你去跟摄影机里面的声音去对到，因为有可能你不是只有用摄影机里面的录音装置，你有可能也会用其他的，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会有泵杆或者是 mini mic 这些东西。OK，好，这些你需要去做个同步。OK，那如果没有去做同步，或是没搞清楚，但那也是跟场那个就是场地的有关，就是呃记场的。OK，好，哇哦，我怎么突然间忘记那个职业很重要？对，场记表，对，场记表需要填写许多就是
重要的资讯，像是这个 tag O 不 OK， 下个 tag 哪一个 tag 是导演需要的，然后它是属于是哪一个场景，哪一幕，对，那个非常抱歉，非常抱歉。那个非常非常重要，其实大家都重要。Anyway， 我废话一堆，对，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拍手这个很重要，就是为了要去对这个声音这一部分。All right， 好嘞，所以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OK，所以现在牛恩德的工作档打开来。那不过在课程的开始，我需要说声感谢。OK， 好，对智光商工多媒科吴慧燕吴主任说声感谢。我刚才好像讲了一堆我不熟悉的台词，再来一次。OK，非常感谢。智光商工多媒科美丽又大方的吴慧燕吴主任，是的，没错，这次增加美丽又大方。第一点美丽，那是因为她真的漂亮；第二点我说大方，那是因为这一次的课程所使用到的影片，就是吴主任那边所提供的。那当然因为我之前都有在智光商工有教跟声音这一部分，然后上一次我教的。就是记得是几年前吧，我所教的就是拍摄微电影，跟现场收音以及后面的声音后置流程，对，所以也就是嘿，非常感谢。然后我知道你说过不要乱说话，我当然没有乱说话，当然没有。OK，all right， 那课程准备要开始了。那在开始之后嘞，这个 OK 好，这个。就会不见，那是因为我不希望干扰到后续的，就是在操作啊，或什么东西会被挡住啊之类的。OK，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 ，Let's go。OK， 好，那我大概先快速讲解一下这一部影片，这个是智光。学生他们自己所想的，然后他们当初想要做就是做类似像是鬼片的，就是那种伪纪录片进去，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学生有这样子的非常大的兴趣，当然以我们专业人士，我们都需要协助一下，就是看他们有什么 idea， 然后顺便跟他们讲说绝对不行。跟你开玩笑，不是帮他们去想一下方法，看怎么样去能够让他们的目标达成，我们的位置就是这么如此。对，那但这边可以大概先看一下这个当初现场所收的声音。OK， 好，那这边你就会看到这上面轨道写着 location sound， 就是现场声音。All right， 那我就先 play 一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位女同学因为课业压力太大而上吊自杀。OK， 所以各位刚刚所听到那个声音，应该有听到一些杂声。那实际上，我们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嘞，是在下午，而且是在学校平日学校开课的时候，所以一开始你们就应该会听到有那个什么，有其他老师在讲课的声音 ，OK， 在教课的声音。那这些部分的确是不能用，不过嘞，这里有个要点就是，不管现场声音收的如何，或者是你大概已经预知这个不能用了，你还是不能把这些声音删掉。其实很多学员会觉得说这没办法用，所以就直接把它删掉，然后给出的影片就是没有声音的档案。那实际上这个会出很大的问题，那是因为即使知道这声音不能使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大概听到里面的声音，了解一下里面当时的状况是在做什么。
然后嘞，附近是不是有其他的声音会觉得是可以使用的？OK，那当然我了解你刚刚所听到一些声音，就是它的环境声是绝对不能使用，因为说过了是下午。然后到这边来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里附近，这个教室都是暗的。那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拍摄的时候，窗帘啦那些之类全部都盖住，希望能够呈现晚上的感觉。那当然，附近老师讲课声音就整个破功了，对，但是没什么关系，因为这可以后置再去做处理。所以，我主要现在在看的流程是什么呢？就是先看一下，我知道人声不能使用，所以为什么这边就是在你看到黄色是 location sound 是现场声音，然后橘色这个部分呢就是 ADR， 也就是我请学生重新到他们的录音室。是的，没错，志光自己本身有录音室，然后那是由台湾艾肯那边帮忙建造的。那个录音室嘞，就是请学生进到录音室，然后重新去看他的当时的状况，然后将台词可能做一些修改啊或什么之类，然后再把它搭上去。我现在基本上就是要看还有什么声音可以使用 ，OK？并不是说人声可以使用，而是说是不是有其他像是这样子的音效？对，像这个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只要去除一些杂音，这个会非常的好用。那想要后置再去做，就像音效搭配或拟音的话，也是可以。不过这一部分如果能够沿用现场的声音的话，会比较快，而且就是对得到点，因为这就是当时拍摄的声音。OK， 所以如果可以使用的话，也可以就是尽量使用现场的声音。所以你看这些我不能使用，这是前面的一开始，所以我会 Alt 加 M 把它 mute 掉。然后这里我大概看一下。然后这边会注意后续的音效会等要去加上脚步声，那这是没办法。既然是在这个状况下拍摄的话，其实有很多东西都需要重新再配。对，那不只是 always， 还有音效这一部分，我们都还没讲到配乐哦。只要光是这两个就得要先处理，要不然配乐会很难搭上音乐上去。所以这个就继续看。然后这边看一下，我专门去找什么嘞？就是声波比较大的，就像这个。通常当下在拍摄的时候，有请学生利用桌子跟椅子去弄出一些杂声出来 ，OK 哈，所以可以大概听一下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当然就是先看一下前面的状况。然后再到这边来，这边我大概小声一点。我刚刚就直接把滑鼠放在 volume 这个地方，然后我的滑鼠滚轮往下，就可以把这个音量再往下降。哎，各位观众，你们看到吗？难道是那位女同学上吊说是用绳子吗？给各位观众拉近看一下。这就是当初请学生重新再做的点 ，OK， 所以这些就可以 Alt 加 M 先把它 mute 掉，就是尽量保留可以使用的音效我今天到底怎么了？OK， 然后继续往前走，对，这些都是讲话声音，但是你光是听这个，好，而且我重录，给各位看一下黑板上面的字。写什么啊？你是忘记了？对，那这就是我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学生是走在讲台上，所以
我们先不管他到底说什么样的台词，而走上讲台就会有那个木头的叽乖叽乖的声音。那这些如果你一开始觉得它不能用，就把它删掉的话，那也许你就不会有这样子的联想，就是演员跟现场的物品的互动，这些到后面都可以做，就是做一些重新的调整。好，就是不管是后续搭配啊，或什么之类，让它变得更阴森一点。那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个，然后你又就是没有听到那个木头叽乖叽乖声音，然后你也不会去联想到那些，那你就缺少了这个素材。所以这为什么再强调一次，不要删掉你影片里面的声音，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好。那没关系，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然后这个大一点的声音，我先让它小一点。这个就不用重新再做了，用这个现场声音就可以了。那我现在所讲的这些东西，我是在指微电影，也是学生的作品那些之类。但如果说是真正电影的话，这个都有可能要重新再做了。是的，没错，就是真的要使用拟音那些之类，然后或者是音效搭配，把这个场景重新重建出来。嘿，那当然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那这个就不用了 ，O 加 M， 所以你大概了解一开始的流程是要做什么，对吧？然后在这里有个很特别一个点，因为这边我们希望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在后面一并开始慢慢发生，就是会让这个气氛越来越怪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导入了一个，就是我们有的民间传说，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关于吹狗雷的事情，就是每次狗在吹狗雷的时候嘞，似乎是他们有看到或者是听到不寻常的东西出现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把它容纳进去。不过因为当初是没有什么狗可以帮忙的哈，所以当然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时候，我就直接先学狗叫一次，对。没错，我是专门配出声的。我相信我之前影片都有讲过，其实是很多导演在现场也会做的事情，就是现场去做一些效果，然后呢，后续再由后面的后制重新把它再做出来。所以在这里我大概播放一下。对，没错，你听到就是我的声音，是的。为什么模仿的这么像或这么不像呢？不干我的事，我就是要有个吹狗雷在那边。OK， 所以这个部分嘞，就反正就不保留了。对，然后再继续往下，走然后看到这边，有听到一个稍微微小的那个什么戒指的声音，这个后续后置音效需要把它重新再配上去。然后再来就是一样，照样寻找可以使用的现场音效。那这些都不用了，所以O 加 M 把它 mute 掉，然后嘞到这边。那在这里嘞，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因为当时就是我请了很多学生在附近啊，就是一直在摇动桌子跟椅子啊，所以这不只有一组，我们摇了好多组，所以那个声音就整个会，你知道吗？就整个爆表，所以是不能用的。对，那但是就是大概有留前面的，大概留个起头，了解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嘞再到后面。当然出来之后就破功了啦，因为我们原本设定是在晚上，但是嘿出来，哇哦，整个下午了，好棒哦。那当然可以有另外解释，就是说里面不只是鬼屋，而且还是时光隧道呢，哼。
走一圈回来就到隔天的下午，好棒棒。OK， 好，那在这里嘞，你有没有听到这些风的声音？风切声这些声音，其实这些风切声真的还蛮不错用的。如果说是伪纪录片的话，大概可以让你听到，当一个人在拿着手机在跑的时候，你会有所谓的风切声一直吹向你的手机的那个录音装置，所以这个就会更写实、更真实，所以这些是可以增加上去的。OK， 但是说过了，一旦你删掉这些声音，就是一开始就把它全部删掉的话，这有可能是你没办法联想的地方。OK， 然后嘞，再来最后嘞，一样这个女学生在这边，然后我们有绿光，但不是说绿光照点了哈，是绿光从底下开始往上拍，然后所以呈现那种你知道吗？一般之前电视剧或港片或都会有的，就是你也知道，对，然后嘞，他就直接就做一个动作，然后嘞，我是请另外学生依照他的动作，然后就把门关起来，咔咚，然后这也是所谓的就是需要放音效点，对，那这个大的声音嘞，就是刚才这个。那因为这是影像剪辑，所以声音没有跟着，但没差啦，因为后面就是剩下这个而已。All right， 所以大概看完了之后，大家就可以更了解。我先把这缩小哈，对，大家就可以更了解这个影片是在说什么。反正就是一个男生跑进到鬼教室里面，然后探险，然后这遭遇到很多很多事情这样子。OK， 好 ，All right， 所以。这个部分嘞，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大概看一下 ADR 咯。好，我们看一下 ADR 在这里，然后大家听一下，在一开始这个地方嘞，它在推开的时候，我们这边特别就是 ADR 实际上是给演员第二次演戏的机会，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请学生看能不能增加一些就是推门的声音，这样子，就是推门，然后那个就是这样子的声音，所以，等一下哈，先 solo 这个，OK， 所以这个都大概都听到了，就是他的那个什么推门的，这样子更有那种。在 ADR 这样去做的时候，是更有那个写实感，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再往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一位女同学因为课业压力太大而上吊自杀。这样子的话，重新再录制 ADR 可以控制一下，就是说人的声音的大小，然后以及环境它互相的互动。对，所以才会去做这些。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们需要重新再调整它的声音。OK， 那我们接下来就用 Nuendo 13有个很特别的一个功能啊，我这边先把它叫出来一下。我这边按1，然后嘞直接到这里来。那这个你所看到的是 Equalizer EQ。那之前在 Nuendo， 在 Nuendo 13之前的版本，我们基本上都是要一个个去做，就是我们要调 EQ， 然后加上空间声那些之类的。但是在我上一次的 Nuendo 13有介绍一个新功能，然后这个新功能嘞，等我一下哈。Vocal chain，OK，Vocal chain。所以这边点一下 Vocal Chain， 那为什么使用 Vocal Chain 呢？因为还记得吗 ？Vocal Chain 没关系，不记得也没关系。Vocal Chain 这边嘞，这边就有很多就像Cut Filter 啊，然后就是看你要去掉哪个频率，然后嘞，它甚至后面都还可以增加到 Reverb， 就是残响这部分，一次就用一个 Plugin 就做完了。这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OK， 超酷的。所以我在这里嘞，我就可以，就是我不需要分开来说啊 ，EQ 在这里做啊，然后
还要再去增加一个增加 reverb 啊，就是空间声、残响声，再增加它的那个什么那个 RoomWorks。你想要这样做也可以，没关系。但是既然有 Vocal Chain 这样功能，那就不如用 Vocal Chain 还比较快一点，一次都在这个里面。Alright， 所以一样，我在做调整的时候嘞，就因为实在太大了，就那么的我在做调整的时候嘞，我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 ，OK， 把它的 ADR 先把它圈起来，就是先按 P， 所以这个范围会选起来之后嘞，然后我再来按这个去做循环 ，OK， 好，循环模式。然后我就一边听，然后一边大概调整一下，确认一下。所以在这里嘞，像说我这边是有 EQ 嘛，对，这个按点这个点嘞，就是代表它会启动这个效果。所以你看哈，在一开始的时候嘞，大概听一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OK， 好，那这边这个部分呢，我就可以先确认一下它的 EQ 这个部分。好，你看哈，在这里哈，我们要点这个 EQ 进入到这边来，所以我这边跑一遍，去调整一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一位女同学因为课业压力太大而对，然后让他的声音减掉这个低频，所以就不会感觉像在录音室里面出来的声音。但这些你都可以去做一下调整。通常我的大概也会往下降一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然后最后你可以把高频提高一些，但高频提高除了让他声音听起来，但是不要提高太高，会太尖哦。就是让他的声音更清澈多一些，不会有一些混杂的感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OK， 所以现在你看，我把这个画面先叫出来，然后我们大概可以去做一下比对。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一位女同学因为课业压力太大而上吊自杀。OK， 所以刚刚都有听到了哈，就是这两个不一样的感觉。那当然，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做的话，会让它更像是现场的声音。然后这个来说的话，我们就不大会需要一开始前面的 cut filter。OK， 那尽量也不要用到什么 pitch 或什么之类，因为这个，除非有需求，你才会用到，就是调它的音阶。然后嘞，这个弄完之后，你看哈，这个弄完之后嘞，我们就可以 send 到 reverb， 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它的空间声会是什么感觉。好，所以我这边点到 reverb，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听一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然后这边可以做一下，不管就是有一些预设的东西，所以可以大概听一下。我这边大概就是 play 一下那个感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一位女同学因为课业压力太大而上吊自杀。这样会太长，就是后续的空间声太久了，所以这边有个 time， 我们可以再往下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一位女同学因为课业压力太大而上吊自杀。所以这边还可以再调整，就是反正你可以调整看看。我 send 到0dB， 哇！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这个你知道很有问题，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大概调整一下，不要让它太大。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一位女同学因为课业压力太大而上吊自杀。给各位观众四处看一下。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一位……那你会有听到它的声音的高频有点多，就是你会听到效果会留的比较多一点。除了 time 以外，除了这边可以做调整以外，我们可以回到 EQ， 然后把这个再往下降一点。我这边就做一下调整，让你听一下感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没有听到我往下调的时候，声音听起来闷，但是它就不会有那种高频空间的感觉。但这样做是不对的啦，哈。所以其实刚才再调小一点。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一位女同学因为课业压力太大而上吊自杀。OK， 所以你看哦，光是用这个，我就可以用了蛮多的。就是说，我的意思只说，我只要用一个 plugin， 它就代表这些所有的 plugin。那我可以加个 delay，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问题。但是hey，have fun， 我们来调一下，试看看这是什么感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一位女同学因为课业压力太大而上吊自杀。给各位观众四处看一下。这个就很有问题了哈。不要这个，很简单，关掉就行了，就这么简单。OK， 所以一开始这个部分就已经做完了，很快吧 ？OK， 就是大概确认一下这个互相的关系。OK， 好。OK， 所以现在当我们把这个人声都大概处理好了之后啊，那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先增加一些环境声。所以在这里呢，实际上我已经有加了。那点这边一下就可以看到环境声在这里。那一开始当然我们希望说是能够做就是夜晚的声音，所以我在这边也摆了一些就是夜晚的声音。OK， 好，叫做马代，我这边先把这个 S 先拉掉。OK， 好，然后嘞，我这边先把它 mute 掉，这个等一下我会再使用。OK， 好，这边先看一下状况。各位观众，大家好。所以可以听得到蟋蟀的声音。其实当你放有蟋蟀的声音的时候嘞，你也间接的鉴定它是发生在什么样子的季节，因为通常会听到蟋蟀声音都是在夏天。在男主角进去到教室里面的时候嘞，也增加了一些像是说是一些风的，就是一种低沉风的声音在这个地方。这边可以把它调大，让你大概听一下，它会是这个样子。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然后我记得之前我有讲过关于环境声，那环境声这里嘞，在一开始的时候嘞，它会有所谓的大小声调整，什么意思嘞？就是说它还在门外面的时候嘞，那个蟋蟀的声音会听得非常清楚。然后直到一进去之后，我会让它降小声一点。然后到这边就让它再更小一些，嘿，再加上这个风的声音，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一位女同学因为课业压力太大而上吊自杀，给各位观众四处看一下。这边好像有听到一些杂声在这里，所以我会注意听一下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就是有听到，刚才是有听到这个声音，一个呼吸声。那这里嘞，我听一下这个呼吸声要不要？给各位观众四处。我可以留在上面，也可以不用留在上面，但要留的话就完整。那不要的话就可以直接往后推，所以它不会有那个，就不会有那个呼吸声。给各位观众四处看一下。那这个就是由你们来去做决定了，就是看要不要保留这些。然后在这里嘞，当然一定需要音效，对吧？那音效来说的话，这边也有准备，所以我这边也开启我的音效轨道在这里。然后这个嘞，大部分都是脚步声。然后这个脚步声嘞，已经有增加 Roomworks 在这里，就是增加了 reverb 在这里。然后这个就是把就现场的那个杂声，有把它拉下来，然后放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我可以单独播放一下音效的，我可以先把那个脚步声先把它 mute 掉，好，先把它静音，然后嘞就是单听这个，你看就是有使用到它。那因为这个现场声音毕竟还是会有听到，我先 solo 这一下，会有听到外面讲师讲课的声音。对，所以这还是需要做一些剪辑。那也有些地方是可以用的，有些地方就要把它剪掉，然后嘞再加上一些音效上去，就是打开就是开门的声音。这个开门不够明显，所以要增加一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就是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嘞，在这里嘞，我这边先把这个叫出来一下，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它的那个什么那个脚步声啊，这边有空间声，但这上面没有，所以这上面也需要加同样的残响效果，可以增加一个在这上面是没什么问题的，可以的。那只不过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在做电影这一部分，会宁愿用另外一个方式，让他们所有都有同样的效果。所以我先把这点开来 ，OK， 然后嘞，我在这里，我可以去就是 Preset Manager， 我可以点它一下，然后嘞这边我可以先 save 这个 preset， 就是 save 这个预设值，所以我先把它 save 起来。然后在这个底下嘞，我就写indoor， OK 啊，但这前面嘞，因为这个影片的名字叫做 The Ring， 所以我这边就打 The Ring Indoor， OK Indoor Reverb， 就是教室里面的那个残响。然后这边按 OK 之后嘞，然后这边就会显示 The Ring， 这底下就会出现The Ring Indoor Reverb， 然后你看这边的符号就不一样了，这是使用者所增加的数据残响的预设。那我可以同样的在这里，然后增加，同样增加就是 Roomworks， 然后从这边叫出来 The Ring Indoor Reverb。所以这样子的话，两个轨道所使用的就会是一样的残响的效果声。
然后在这里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它跟人声一不一样，人声的效果一不一样，所以都要打开来，都要听一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废弃的教室。据说曾经有一位女同学因为课业压力太大而上吊自杀。OK， 所以是差不多的，听过来是 OK 的。然后呢，我刚刚是有讲过说这两个，就是如果说是在电影里面的话，我们建议就是不要每一个轨道都增加一个 room work。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嘞，就是说我这边哈，我可以先把这边去掉 ，no effect，yes discard， 就是把它去掉。这也是一样，抱歉 ，no effect，OK， 好，那这两个嘞，这两个其实应该不会只有这两个，但是没关系，慢慢来。这两个我可以按右键，然后嘞 A track， 然后这边有个 FX channel to select the channel，OK， 好，所以我可以叫出一个效果轨道去给这两个我所选起来的，所以大家可以这边点一下，然后嘞这边就会出现这个 A track， 然后当然就是 stereo， 然后这边我就选择，我就点不是点啦，就是打 indoor reverb A track。然后嘞，在这里一样照样，因为我刚刚有存那个数据了嘛，所以一样的 ring indoor reverb。所以后续如果我还有什么任何要把它加进去的，我就可以直接再把那些轨道导入到，等一下哈，我看一下哈，导入到就那么的，是跑到上面去了，因为它会有特别一个轨道跳出来，通常跳出来应该都会是在底下。等一下哈 ，visibility， 我看一下 FX channel，OK， 因为这个没有打开来，我之前就关掉了，所以我这边打开来，然后就出现在这里。OK， 那这个 reverb 就是给刚才所用到的两个，然后嘞，我也可以这样子。就是刚才的那个什么，那些椅子的杂声啊，那些之类的，椅子的杂声这些，然后我都可以把这些都加入进去。对不起哈。这边点它，我先把这关掉好了，要不然它一直干扰。OK， 把这些，然后嘞，直接去导入到那个地方去。那去导入到它嘞，我们这边就要有，就是等我一下哈，我看一下哈，我这边要按，等一下哦，按右键，然后 Set up Section， 然后把 Routing 打勾出来。那通常预设值这所有都会有，那只是因为我个人习惯，所以我会把一些我不会用到的关掉。OK， 好，所以我这边可以把它关起来，然后嘞 ，Routing 在这个地方 Stereo Out， 我就选择 Indoor Reverb， 然后嘞这边就大家听一下，就单听这些。OK， 然后这些就直接就到这边来了 Indoor Reverb。OK，All right，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何去增加，就是一些小 paper 或者是美美嘎嘎，我们需要大概知道该怎么去做增加。对，然后嘞，我们继续往下走，在一个地方也是一样，像是这个。
OK， 好，那这个因为有包含人声，所以基本上就是沿用它就行了。然后嘞，照样一样把这个拉下来，因为当初不知道为什么把它 ADR 这个地方，然后我可以把这拉下来，然后放在跟底下这些放在一起，然后在这里呢会增加一些特效，所以你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感觉。因为这边在做影像的时候，有故意做一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们看到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有一点 distort 的失真了，所以特别会加这个，加一些这个声音，这可以再稍微小一点。然后呢，大概整个感觉是在这里。OK， 好，有没有被吓到？说有，好极了。那在这里呢，有听到狗狗的叫声 ，OK， 狗狗的叫声。那狗狗叫声呢，其实基本上这个不能这么的大声，所以像这狗狗叫声呢，我们就可以去配一下它的声音，可以到左边或右边，然后呢，它的声音就是要小声一点。OK， 就差不多是这个样感觉。好，那这边我们可以再用 EQ 再去做。刚才是用 Vocal Chain 嘛，但这一次没关系，我们就先用这个，先用它原有的 Equalizer， 然后我在这边还是一样按 P， 然后嘞按一下这个循环，按 Solo。然后可以大概听一下，因为主要是狗狗在外面叫，所以我们需要给它闷一点，因为它不是在教室里面叫，所以给它闷一点。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跟你们所讲的这些概念，这在鬼片里面时常都会用到。OK， 好，所以像还有另外说，像鬼出现的声音也会增加一些，像这样子。没错，就会增加一些像这种不属于音乐的性质，但是它是一种就是一个氛围的音效在这个里面，然后包括连它走路的声音，这个也是一样，走在讲台声音会增加像这样子。但加上这个走路的脚步声。不过各位看一下黑板上面写什么？你对，那当然这个嘤嘤啊这个声音了哈，这个嘤嘤嘤嘤的声音其实可以再小一点。不过看一下黑板上面写什么？你是忘记？OK，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这就是我们怎么去做，就是一般我们微电影会需要用到的。就是下回我在另外一个影片嘞，就会讲到关于就是混音这一部分，所以就敬请期待我下一部影片讲关于这整个后制的混音的流程。OK， 好，那我希望今天跟各位讲，大家会对于微电影的声音后制有更基础的了解。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Peace out。